对，我现在很多，我现在还做基金的资料库给你看。看我基金过去3000多篇文章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要去找都很难找，因为就都是一堆档案。现在有 AI 它可以帮我直接去搜寻说，帮你哪些找是不是？历史文化的主题。因为我这次想要提供的一个基金的一个也是长篇阅读，这是我的最后一篇的阅读，它是关于美国桥墩的问题。你这边可以直接找得到吗？可以，因为这是有考过是不是？有混凝土桥跟铁桥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示范给你看。这个是所有的基金，共15年的历史。好，我想要找到这些档案里面的一篇文章，是关于美国桥墩。好，混凝土跟什么？混凝土桥跟铁桥。美国桥墩。好，混凝土铁桥，请帮我找到。好，试试看一下，是这个文章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只有2段诶，还没有到3段。因为很正常，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它有变体。好，有些时候是回报人就记错了这样子。好，但是OK，你们看，如果今天我们基金不是把它视为是命中的工具，我们把它视为是阅读训练。阅读选，我可以让，比如说你自然科学的文章比较弱，那我就从这里挑2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，帮你做专属的题本，让你去训练，那就更棒了。这个是现在正在推的，是不是？我正在做的计划。第一个，你帮我找出20个跟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美国桥梁相关的文章，不同的文章。不同的文章之后，接下来我给他一个指令，说你把这些文章全部都改写成英文。改写英文有一定的规则，我整理出 GMAT 改写的原则。GMAT 写作的原则是什么？混淆选项的原则是什么？你要比如说今天你在做的时候，就是每个选项要怎么设计？好，选项的长度要多长？好，文字要用什么样的文字？你的写作风格要怎么样？好，以及叫什么混淆选项要怎么设计？这样。每个选项每种题型对一种，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完全解决同学没有题目可以练的问题。就像刚刚讲，不需要你的题目，我们可以直接拿最详尽的题目来练，这样子，对，而且还可以直接 tailor 到你的需求。比如说，我发现你自然科学的文章比较弱，发现你的就帮你出1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配一堆作用题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是未来的方向，但是还在练习，因为 AI 没有 AI 进步幅度会越来越快，所以它现在还会出点包，因为文字量很大的时候，它 AI 可能会记不了那么多，它可能后面就开始走，未来越来越进步，它的资源的范围越来越大。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。